阿根廷冰火交错，新改革是福是祸？有人说这是百年一遇的抄底机会，也有人说风险高到接盘就会破产。最近2年，阿根廷在米雷政府的电锯政策之下，经历了最极端的改革，而在最近的中期选举，开始锁定了这场新改革的路线。Hola，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那么现在是移民阿根廷的好时机吗？今天就来谈谈移民经济学，深入研究阿根廷正在上演的冰与火之歌。Vamos。不如先从最火热的中期选举开始吧。这次投票结果影响可不只是政坛，可能连我们的钱包都被牵动啊。没错，阿根廷在10月26日举行了中期选举，更新部分议会席位。总统米雷的自由前进党获得了超过40%的选票，在众议院的席位从37席飙升到101席，占了总数257席的39%，现在是最大党。虽然还没过半数，但这已经是天翻地覆的改变。还没有100%的选票，看来米雷要继续努力哦。可是之前的民调不是说他民意快要不行了吗？从快要不行变成超级胜利，真的是一夜之间的转变吗？还有执政阵营在参议院的72个席位中，从之前的7席增加到20席。这样的逆转胜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原因有3个。第一是多数人已经不想再回头了，庇隆主义那套福利换选票的路线，大家已经看穿了。这次选举几乎就是一场要不要继续改革的公投。结果很明显嘛，阿根廷人说你继续用电锯大砍吧。那些预测他会被骂到下台的专家们，现在应该都在配新眼镜了吧？这次选举的投票率大约为72%，比上次总统选举还要高诶，表示大家对改革的关注程度很高了。第二个原因呢？可以说是经济改革开始见效，米雷的电锯加搅拌机政策真的在把政府预算赤字砍下来，在2024年下半年就达成了财政盈余，这是几十年来都没见过这么省钱的政府啊！通膨虽然还算是高，但月增长率已经从之前疯狂的双位数下降到个位数了。对阿根廷来说，这已经是奇迹了。这些事情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有谈论过，算不算是遥遥领先呢？哈哈。第3个呢？第3就是国际信心的加持。选前几天，美国政府跟阿根廷央行确定了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市场消息还说，加上私人银行的援助，总额可能高达400亿美元。哇，不只是外国势力粗暴干预，根本是有钱势力的直接介入啊！不怕被人说是出卖主权吗？或者对阿根廷人来说，主权跟金钱还是先入袋为安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不还钱了。百年老赖再次发功，不过说实话，这笔钱确实是帮大忙了。这400亿美金是救生圈，也是信号弹，比手稳住了，股市大涨了，资本市场其实已经投出了信任票。那对想移民、想投资阿根廷的朋友来说，这场火之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政策的确定性大幅提高了，改革方向在未来至少2年内不太会突然大翻盘。听起来是一个窗口期，哪里是最火的赚钱机会呢？第一把火就是经商环境。米雷上任后就一直在推动劳工法松绑、企业税减免，这些改革法案都在陆续通关。对于想做小生意的移民人士来说，这是好消息。开个咖啡馆、民宿或者贸易公司都会变得更容易生存。所以说，透过投资开业拿居留权，住满2年就申请入籍的这条路，现在是越来越有看头咯。第二把火，相信是房地产土地投资。米雷政府一上任就透过行政命令废除土地法，放宽了外国人购买土地的限制。虽然中间有受到一些挑战跟阻力，但大方向是很明确了。
阿根廷的地现在真的不贵，首都圈附近有些区域的价格，甚至比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有隔壁的巴西都更便宜。听起来有钱的大金鱼要进场呢，那我这些小虾米能不能搭顺风车呢？可以慢慢试水温，分批投资吧。因为米类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确定会继续发生的事情，但别忘了，阿根廷是自由市场，能暴涨也能暴跌。但米类在议会里面没有过半数啊，很多法案还是要靠协商啊。为什么这样确定改革会继续呢？因为阿根廷的政治游戏有时候重点不在于提案全部通过，而在于不会被推翻。101个席位表示已经能够挡掉反对派想要通过那些阻止改革的法案，也更容易维持总统对这些法案的否决权。对市场来说，这就是确定性啊。看来反对派真的没法对改革按下取消键啊。现在有外国势力的巨额金援，加上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汇率波动可以暂时降温了，这也是市场对米类有信心的底层逻辑。看来阿根廷的大门正在越开越大啊！欢迎留言说说你的想法，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好了啦，火之歌听起来太美好了，仿佛阿根廷遍地黄金，但最重要的问题是，阿根廷过去的改革十有八九都烂尾收场，这是真的能例外吗？这是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尖锐的问题啊！听完火之歌，总要来一首冰之歌平衡一下吗？如果移民去阿根廷，但不了解背后风险的话，那不叫投资移民，那叫盲人摸象，乱来了。说的没错，第一块冰就是阿根廷中央银行的口袋到底有多深。虽然米内上任后透过出口贸易、外国投资努力赚美金，还有 IMF 的贷款，但央行的外汇存底一直都是个很微妙的数字。2025年第二季大概在300亿美元左右徘徊。300亿听起来不算少吧？很多国家的外汇存底也没这么多呀。重点是可动用的境外汇比表面数字少很多很可能是负数，因为这300亿里面很多钱是跟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是进口商的押金或者法定准备金，根本不能随意动用。换句话说，表面看起来像个大水库，实际上水位线低得可怜。那外汇存底不够代表什么呢？代表央行手上并没有足够子弹去稳定汇率，万一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信心动摇，开始抛售比索抢美元，央行就很难挡了。然后外汇管制措施会不会又回来呢？下一步就是物价飞涨啦，所以要留意央行储备这个头号指标啊。没错，这也带出一个大哉问：辛辛苦苦赚的美金到底都去哪里了？究竟是在政府内部有贪污腐败的问题，还是因为大家被外汇管制都惯怕了，现在一松绑就把握机会，不断把手上的比索换成美元，合法出逃呢？我看短期内很难下判断啊。然后第二块冰在哪里呢？那就是高到吓人的利率。米内上任后就把政策利率从超过100%一路电锯砍下来，但现在依然在30%至50%之间，这对整个经济系统来说影响非常大。虽然比以前好很多，但借钱的成本还是超级高呀。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根廷投资，特别是买房，基本上都是一次过现金交易。除了对金融系统的信心之外，根本没有人能负担得起这种利率的贷款。这也代表整个国家的信贷市场几乎是停摆状态。换句话说，如果反过来操作，存钱进去拿利息的话，不就是发大财了吗？嘿，这就要看你对阿根廷比索有多大的信心了。你赌它利息高达30%，但市场上可能有更多的人跟你对赌，压住你的本金在1年后会贬值超过30%，这种赌局你敢玩吗？那要继续观察一下，还有第3个冰呢？这可能是最大也是最致命的一块冰，内外双重债务炸弹。第一重是外债，
阿根廷的外债总额接近3000亿美元。尽管从美国那边获得了400亿的资源，但对于这种规模的债务来说，还是远远不够啊。这就像是信用卡滚雪球，如果每个月只还最低金额，那利息叠加起来，数字只会越来越大啦。第二种是内债，阿根廷人在国内银行系统里存了大约相当于900亿美元的比索存款，这会是颗最不稳定的炸弹。等等，大家不是很喜欢存钱的吗？存款多，储蓄率高，有什么不好呢？危险在于，如果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个风险有爆发的迹象，导致民众恐慌，这900亿比索存款的储户集体冲去银行说：“我要把比索全部换成美金。”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呢？银行根本没有那么多美金嘛，比索就一夜之间彻底崩溃咯。完全正确，而且还会引起连锁反应，物价飞涨，那就走进了死亡螺旋的路径了。这不是盲人摸象那么简单，根本是在玩俄罗斯轮盘呀。所以《冰与火之歌》的真正意思就是，巨大的机会与巨大的风险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么要怎么判断呢？阿根廷是会继续火下去，还是被冰封起来呢？我认为有3个最重要的观察指标。第一，结构性改革的进度，尤其是最难啃的退休金跟福利制度，能不能继续推动？这方面已经很有感了。听说现在持有临时居留权的外国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享受免费医疗，都要自己买医疗保险啊。第二，阿根廷核心产业的创汇能力，像是农业、矿业、能源这些出口主力，能不能持续带来稳定的美元收入，把央行的水库重新填满？这就要看米内政府的招商引资，尤其是投资入籍计划，用阿根廷护照换美金的策略，到底成不成功呢？第三就是社会的忍耐底线。虽然米内赢了中期选举，但改革的阵痛也是非常真实的痛啊。未来会不会出现大规模并且持续的社会抗议，将会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现在有超过40%的选票支持米内政府，未来2年应该会相对平稳吧？是的，但如果没有好好理解这些风险，那移民阿根廷就真的像在玩俄罗斯轮盘了。但如果有清晰的理解，并且知道如何趋吉避凶，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会是你的黄金时代咯。那么这个黄金剧本会长什么样子呢？阿根廷的百年诅咒，简单的说就是缺美金，而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印美金嘛。怎么个印法呢？难道去问美国借台印钞机吗？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就在阿根廷的土地下面，蕴藏了巨量的页岩气、页岩油，储备是全世界数1数2了。哇，这何止是黄金啊，简直是黑金啊！还有在阿根廷北部有大量未开发的、全世界都在疯抢的电池原料锂矿。看来阿根廷还是个稀土富豪啊！过去这些产业都被各种管制绑手绑脚，一旦经济改革松绑了法规，让这些产业同时启动，那可不能小觑哦。无论移民去哪里，都要做好功课哦。想更深入了解阿根廷，继续来看看这支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朋友，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乔乔，拜拜。